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唐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最新的一则新闻，那柯文哲主席不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因为查账那些，然后请假3个月吗？那最新那民众党党章通过，再延长假期3个月到228，到明年228。在明年228，柯文哲主席真的能够从羁押出来吗？会不会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已经被起诉，或是起诉以后法院还会延押吗？不过对黄创来讲非常的感慨，虽然民众党里面有人讲说啊，柯文哲那时候是不是曾经讲过，说如果身体有状况的话，那应该是黄创来当党主席。好，姑且不论这个吧。但看到现在的这个状况，他也非常感叹说，柯文哲现在手被绑，嘴被封，是不是？你们就是要这样对他吗？冠廷是吗？不然要怎么做啦？不是啦，不是羁押禁见，不对，他就被压在里面嘛。对啊。那现在就是检察官在调查，我就一直在讲。等起诉书社会会有公断，你在这个阶段一直去把北检、把民进党政府、把司法系统打到谷底，对于一般的民众要了解案情，要知道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贪污，一点帮助都没有。现在我先讲，他们大家在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巩固权力基础。柯文哲他继续请假，代表什么意思？不会有代理主席。对。不会有代理主席，就不会有重选党主席。当然，因为呢，民众党的党章规定，有了代理主席之后呢，6个月之内要选党主席。所以，当产生代理主席的当下，柯文哲就确定提早跛脚。我们想象一个状况哦，本来在2025年的年底，柯文哲到他的任期到了之后。外界会有2种评估嘛，一种评估是柯文哲他继续要连任党主席，另外一种状况就都不要了，把民众党让出来。可是至少在未来的1年之内，柯文哲无论有没有压，他还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是，但是如果当外界所认为的柯文哲没请假了，然后呢，代理主席产生之后，这个代理主席以目前民众党的政治态势，很有可能就取代柯文哲变成党主席。所以，与其在那边讲一堆讲说今天柯文哲，明天任何人，这些游行当然都尊重嘛。这几天包含说民众党他们也发动了这个游行啦，在台中嘛。那在台中，那绵延了大概几公里。那有人讲说少一点了，100多人；有人说多一点，几百人。无论人多或少。你看到其实大家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就是在跟大家讲说司法不公嘛，然后要表达是说哇那个柯文哲，我们虽然柯文哲被压在里面但是呢今天这样被受到司法迫害的状况，会可能是台湾任何一个人，这是他们的诉求。可是我回来讲政治啊，政治还是他们真正关键的在乎的点。黄国昌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柯文哲没有继续请假，黄国昌很有可能变代理主席。那黄国昌当代理主席，很有可能他就是未来的党主席。那目前看起来，民众党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嘛，而且民众党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服黄国昌，所以最后民众党退而求其次的结果是去通过了一个会议结论，说让柯文哲继续请假。拍谁？我觉得这个党真的超级没规矩的。首先第一个，他们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有制度的政党。对啊，没有，就是超级没规矩。你讲你的，我评论我的。对，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有看到柯文哲的假单吗？没有。我们有看到柯文哲的律师出来跟大家讲说，柯主席虽然在里面，但他表达他继续请假。没有。我们目前唯一看到的是民众党的这些决策委员开完会之后跟大家讲，我们决定让柯文哲继续请假。不是啊。从之前的抗告，你们在外面讲说柯文哲要抗告，然后最后柯文哲没有要抗告。今天开完会出来跟大家讲说我们决定让柯文哲主席继续请假。请问是柯文哲的意思吗？你是说请假应该是柯文哲说要请假？是啊，不是你们让我请假？当然是啊，对啊。今天我那个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我跟议会要请假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出国举例，然后结果没有，是议员们决议，卓冠廷你请假，不是这很奇怪嘛？所以我回来，我觉得现在民众党内部其实是在处理一种平衡，这个平衡是柯文哲继续是党主席的状态底下，维持这个共治。虽然黄国昌的气势最高，可是我们其他人至少可以维持这个权力平衡。那继续往下拖，那当然很多种评断嘛。有人说柯文哲可能起诉之后会继续被压，有人认为不会被压，有人认为会出来。可是至少在这段时间之内，在2月以前维持柯文哲是党主席，那不会让整个党在明年2月以前就被黄国昌拿走。可是冠廷，
现在看起来，为什么黄国昌会讲那句话？是他就是嘴巴被缝，手被绑啊。对，为什么？因为你看，曲美凤的事他也没办法讲话，所有的事他都没办法讲话，是连请假他也没办法讲。他意思就是说，你好歹啦，你给他一个可以讲话的一个管道吧。不是，你是律师，你教我嘛？不是你不要律师装法盲嘛？就这个阶段，你就是进谏嘛，你就是收押进谏。那现在只有律师能够见柯文哲，然后柯文哲为他自己的权利去奋战，这我都尊重。可是黄国昌现在是用柯文哲被压在里面的情绪，这个杠杆变成是黄国昌政治的能量。因为我们都知道柯家的人。看起来，尤其柯文哲亲近的人，无论是之前的蔡壁如啊，现在的柯美兰，还是说这个黄国昌以外的一些党内的重要人士，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服黄国昌。所以黄国昌所以唯一能做的动作是让外面同情柯文哲的人投射到黄国昌身上。他在玩这个政治啊。那到目前为止，你是律师，你反正你要教大家嘛。来，第一个，你有没有呼吁橘子回国？没有嘛。第二个，你有没有呼吁？柯文哲把所有的无论什么加密货币啊、USB 啊，所有哪边有藏钱啊，全部都跟检察官如实的招出来，都没有。然后现在就讲司法迫害，他这个动作不是在帮当事人啊，他这动作是把柯文哲消耗殆尽之后，能量跑到他身上。OK， 黄国昌是怎么谈柯文哲？他感觉上是心疼一个感觉。那当然包括蔡壁如啊，蔡壁如讲到曲美凤这件事，这一段也让大家觉得，这个叫医疗行为还是什么？这个感觉上也都是怪怪的。让观众朋友听一话，就是民众党这些朋友在帮柯文哲很多的一些方方面的辩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来，但我们现在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柯主席现在的想法到底是什么。目前柯文哲不仅是双手双脚被绑起来，他连嘴巴都封起来，到底有什么样子？好的、合法的、正当的传递途径，可以让主席知道。那我们也有合法的、正当的传递途径，可以知道主席到底怎么想。曲美凤的爆料我觉得可能他形容的有点暧昧，太过分了吧？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柯主席是一个医师，然后我也是一个护理人员。有时候我又看到你皮肤这么好，我就会，哇塞，就皮肤这么好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想法应该它就是以一个医疗行为去看这件。那我觉得就是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出来讲这件事情，确实也很奇特。来，慧珍。我看到你的表情非常的不以为然，我只能说哇塞，这太夸张了吧？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竟然去检讨曲美凤，他说怎么说的有点暧昧，太过分了。谁会没事把一个女生？我们现在大家争论节目主持人一半。范老师突然给我照，我一拳就给他下去。我不敢。范老师，你听到了？所以数十年来没有任何问题。对啊，怎么可能这样？然后突然这样，然后说范老师是个大学教授，依据他的一个学术，他应该是这应该是教育行为。对教育行为，对，看我的体温跟什么中国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这太远了，蔡壁如也讲错了，应该看起来像摸骨大师，也不是诊疗行为。而且对啊，重点是他是西医，他不是中医。把脉。对，怎么就不是把脉？怎么可能就把脉也不会把这？对啊，就是整个荒谬。而且呢，让我觉得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他竟然说他是个医生，所以呢，他这个是诊疗行为。那如果这样，他说他是护理师，可能看到女孩子皮肤好，就说哇塞，皮肤也太好吧。好啊，那你看到女孩子皮肤好，你可以哇塞，你也皮肤好，你怎么能看到那个冠廷，然后说哇塞，你也太，这样不是很奇怪吗？不可能嘛，不，所以。就是你有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情，男女有别，皮肤好也不可以。你一个男医生跟一个女病人这样讲，更何况你不是只有讲，你还动手动脚然后今天他竟然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是个医生，所以这一个侵犯行为变成诊疗行为。我跟你讲，他这样子是非常可恶的。因为你知道吗？有很多体育系的一些教练，或者是说像国外。
他就说医生去检查他，结果他真的以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就进行相关的内诊。但事实上，美国的那个体操的那个教练，不就是那个医师，后来不是被人家认定说他对于大概几十年来所有这个体操选手都进行这样侵犯行为，被判几百年。那人家有说哦他是医生，所以他是诊疗行为来辩解吗？没有啊，侵犯就是侵犯，不管你的身份是医生，你的身份是总统，你的身份是任何人，侵犯就是侵犯。难道说这侵犯行为会因为你是医生，所以变得崇高，然后因为你不是医师，然后变得猥亵吗？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说实话，平常讲这个说出来，大家刚才光看到那个镜头，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你怎么会讲说那是个医生，对，那是个医疗行为或什么什么这些？为什么？我觉得表忠心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知道民众党真的内部看起来在外面这样看起来，感觉上是黄国昌定于一尊。那现在呢，就是包括蔡壁如也希望黄国昌说什么我们那个新竹像是我们的延安啊、老巢啊，希望这个黄国昌最有人气的黄国昌可以去那边老巢来选一下，但是迫不及待想要把黄国昌往外送，让他离开中央，那自己可以举着旗开始回到自己的一个党中央来进行不管说你是说来做党维持目前党的一个运作的状况，还是说真的就是班师回府，然后来管理这个党中央。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知道小草想要听这个话。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知道小草想要听这个话，他知道只要举着柯文哲的一个大旗，就可以笼络民心。虽然柯家人看他真的有如敌人啊，完全没有办法，完全不是，他们还比较喜欢黄国昌，但是只要出来讲话这样的场合，蔡壁如始终就维持着尊柯。对不对？然后永远把柯文哲放在高高的位置上，其实他是期望借由柯文哲的光环来吸引党内其他或者是小草的一个注意力跟支持力，未来有助于他可能就是真的是从本来已经发配边疆了，再慢慢回到党中央。我觉得这可能是蔡壁如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第二件事情，事实上在上一次民调，我记得没错的话，其实蔡壁如的一个民调的支持跟黄国昌是差不多的。对，而且说一句实在话，蔡壁如是有选过的，而且选得很不错。所以你不管是说实质的战功，长期以来相随就是柯文哲左右，然后比起黄国昌是一个空降的，而且感觉上未战俱战的这个形象，我觉得蔡壁如如果他今天可以这样高举着柯文哲的大旗，然后真的要凝聚这些小草力量。如果有，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做出决议，就是这个代理党主席就让他请嘛。这被请假，不是，这又要让我骂一下。被请假，你好歹要有一张纸吧，你好歹要有陈佩琪帮他弄个请假单嘛，什么都没有，结果竟然就做出这样的被请假。那如果他本人其实是无意要继续代理呢？那这样子不是也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民众党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这个党的纪律在哪里？但是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民众党内部非常混乱，所以以不变应万变，把柯文哲踩了一下某一种的情况的好处是避免下面的人开始真的在抢地盘。OK， 任宇，是黄国昌那一段话，你要去解读他手被绑，嘴被缝，那意思就是。柯文哲就是没办法表达，有多少的委屈也没办法说，有多少他的想法也没办法传达出来，这就是被司法迫害的结果。反正一定都连到这个地方嘛，到最后一定这样一些的结果。但真的是这样吗？他真的都没有办法去表达相关，因为平常讲积压进谏每个人还真的都是这个样子啊。但为什么要刻意挑这些？那难道真的现在大家都着眼在这里吗？包括有人讲说，对柯文哲4月讲，如果健康因素的话，黄国昌最适合当党主席。这时候传这个干什么呢？这时候不就应该想办法救柯文哲吗？这个传这个话的人叫李珍秀那他是民众党排名第15位的不分区立委。那原先他们是这样就是说有8个人对，就是先当立委嘛，后8个呢就当备位立委这样子就2年以后嘛。对。那后来民众党有推行了一个制度啦，就是说叫这8个备位立委，你们自己挑，挑一个立委当师傅。对，就是去见学去见学。OK。那就我问李珍秀的说法，他是跟着黄国昌因为其他人没有人要选黄国昌，所以他最后选了黄国昌那所以这段时间他也有一个身份叫黄国昌的助理那这样讲他说
因为我今天中午访问他，然后他的讲法是他还原那个现场，在今年大概4月的时候，4月的时候柯文哲找了党内的人开会。那所以所谓的党内人开会，就是说这里面还有除了他之外，其实有第3者、第4者、第5者在这里面啊。他说人来来去去了因为那个时候4月份的时候还没有爆发，就整个的那个案情还没有爆发上来嘛所以他是说这个柯文哲在闲聊的时候呢，就大家在东聊西聊的时候丢了一句但他的原文，今天李正秀的说法是说，他并不是说什么身体如果健康出状况他的意思是说，柯文哲在当下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有什么他没有再继续当党主席的话那他基本上就是认为黄国昌可以接民众党党主席这样。那因为李正秀说，这个过程呢来来去，他说，他今天有稍微修正，他说，就是只有他特别有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但是现在他也不好说去找谁说你当天也在场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时候？所以看起来他自己一个人吞了啦那因为他丢出这个说法的时候呢，黄国昌你看他后来的回应，黄国昌说什么？每一个人应该在自己本职上面做好就好。那我今天也问李正秀，我说这是不是形同那个黄国昌丢你点拜个供那他就说就让他这个就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民众党来讲今天你说召开的这个会，基本上结果应该在我们大家预期之中嘛。可是他过场一定要做，那这个过场做出来，你看各方的解读、各方的解释，基本上就代表了民众党基本上他有制度，但是制度呢归制度，因为人可以自己做解释。你看今天这个林国成林国成在早上的时候也接受访问，林国成说，我们党里面是有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没有说什么，被起诉就要干嘛？好，他说是一审判决，一审如果判决完了之后，我们才会进行讨论，厉害了吧？我们一般在讲，比如一审如果判决有罪我们就怎么样？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他讲的是一审如果有，我们再来讨论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党里面没有这个说什么你这个什么起诉就是代表怎样，所以那代表是什么？什么起诉停权、一嘴判决有罪开除或什么？没有，非常有人性的一个政党。对他们就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个政党那所以老实讲事实上，民众党的制度，其实你说要不要增设副主席，之前我们也都谈过嘛。那到最后呢，也是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当黄国昌今天所用的那些语言，说柯文哲手脚都被绑了，嘴巴也被缝住，我不太知道这个到底黄国昌是从哪边发现的啦因为在上个礼拜你记得有个新闻吧？党内知情人士表示，柯文哲被关在里面，心情很不好。然后还讲说那干脆就不要，这个党有没有他都没差什么的。你记得有做这个新闻吗？对啊，谁知道的？谁知道的？黄国昌，你说柯文哲什么都不能做，你也知道他看着监视器，仿佛看到了赖清德你也都知道这些事你现在突然讲说，你们都没有管道跟柯文哲联络，然后谁都没有办法得知柯文哲真正的想法。那你到底你要我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不是，因为黄昌本身是大律师，是法学博士，实务上他一定知道，因为要不要当党主席这件事情跟金华城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绿建的时候，你可以问他，再谨慎一点的律师有一个做法，我先跟检方说，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国内一个第3大政党一些，那我们会在绿建的时候希望跟他讲，检方不会说。买这个时候去讲什么不是儿女私情，这个时候去讲什么政党一些不要，我个人判断，检方绝对不会管这个东西因为绿建所有这些东西，他们也会知道那所有相关的内容，你只要讲的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一些串证的东西，他都不会反对。所以我说再谨慎一点的律师可能会先跟检方讲，那因为这牵扯到国内第3大政党在野党主要在野党，一定要问一下，他一定会答应你。可是黄国昌一定知道这个，那为什么一定还是要对着镜头讲出这么重的一个词？一定有它的作用嘛？刚讲，我就是讲给少少听吗？只是单纯讲给少少听吗？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看看柯文哲现在这个样，现在连这个都不能讲你看看左冠霖他们多坏，不是左冠霖，好吧？你看现在执政民进党政府，对不对？你知道他们现在一定都摆在民进党政府，要不就赖清德，就是这样。五个拍头插嘴，就是迫害的形象，是吧？就他们这一贯的嘛。压2个月之后给你压好压满，你继续压。然后他现在要强调这压2个月多不公平。柯文哲连嘴巴都被封住了，没有拍谁你是大律师，就是很逻辑不通我认为对黄国昌来讲现阶段当然是要营塑一个柯文哲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人，而且是被迫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当这个话只有唯一这个前提被成立的时候，其他人的位置才能够被巩固啊。如果柯文哲可以透过这个人讲话，透过那个人讲话，请问那我需要你这个什么紧急应变小组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不需要嘛。但我在想啊，我比较善意的想法，他们可能是担心，就是说，如果柯文哲可以做什么，又回到以前大家批评说你坐牢就坐牢，又干嘛干嘛，还可以在里面批公文，还可以干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避开这种，因为以前大家司法上面有看过这种奇奇怪怪的陋习啊。但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是有几个人在这一段时间一直不断的在发言比如说像李珍秀啦李珍秀当然是因为他这个不分区立委的那个身份嘛那很尴尬那他到底能不能就任？我今天还特别问他，我说如果你因为这样而不能接任的话，接任你的人是谁？他就直接说就陈志涵因为中间本来还卡了一个那个。他是第19嘛，对嘛？对啊，对，但是因为陈志涵的，其实老实讲，顺延的第一个不是陈志涵，对啊，但是因为那一个徐瑞希他后来宣布离开民众党，所以没有了。所以如果今天李珍秀有男女之对，女生补女生，女生补女生，所以就会跳到陈志涵就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状况。但因为你刚刚提到蔡壁，我真的必须讲那个五哥喜欢看那个《资治通鉴》嘛，《资治通鉴》里面有很好玩的，他因为那个历代帝王有没有帝王最喜欢有人跟他一起打天下，但是天下拿到之后，对不起，跟着一起打天下的全部打入地狱，对，就很简单嘛，谁能够忍受说，其实你的天下是我跟你一起打出来的，没有人可以接受这种事吗？历史上非常多这种状态，我认为蔡壁如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状态了，不会有人否认蔡壁如跟着柯文哲打天下。可是蔡壁如这1-2年的状态，大家很清楚的知道，外界再怎么认为蔡壁如是柯文哲身边的蔡壁如，可是柯文哲身边的人已经把蔡壁如从身边这2个字拿掉。所以当蔡壁如今天开始出来又说，黄国昌，我也觉得你可以去选新竹啊，我也觉得你可以干嘛干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党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回应他这句话，代表什么？你讲的功力黑啊，你能代表什么？我觉得柯文哲的帝王之术其实很厉害，他的厉害在于是，即使柯文哲现在人精神跟肉体是分，对，灵魂跟肉体是分开，他灵魂会越来越强大。对，他灵魂越来越，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民众党要不断的去强调这种东西就是说阿伯还在世嘛，他灵肉还是在一起的，为什么要搞得朝阿伯的这样？而且你会看到，其实特别去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都要强调什么？我是跟在柯文哲身边的人，就是这些的形象。说我刚才为什么柯文哲的帝王之术，就会让大家去斗。斗完了之后，你知道斗到最后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你知道恐怖平衡，就是大家各自找到一个立足点，各自找到一个立足点。老实讲啦，柯文哲的司法会跟黄国昌有关吗？黄国昌根本不碰嘛，黄国昌都用嘴巴在动。真正你去看柯文哲司法动态，你会去看黄珊珊。老实讲啦，柯文哲的司法会跟黄国昌有关吗？黄国昌根本不碰嘛，黄国昌都用嘴巴在动。真正你去看柯文哲司法动态，你会去看黄珊珊，不会特别去看黄国昌。但是黄国昌因为他对群众有渲染力，所以营造柯文哲悲情的人其实是黄国昌。黄国昌找到一个角度，就是我只要塑造柯文哲是一个很悲情的状态之下，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黄国昌在替柯文哲喊冤，黄国昌是站在柯文哲这一边。那我就讲今天其实不需要通过任何什么代理或不代理，因为对黄国昌来讲，所有人都认为，内心认为黄国昌你现在就是一个民众党里面的 leader。有人会认为，对不起，我接下来点的名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嘛有人会认为吴春成他也是立委，有人会认为其他的几个黄珊珊好了有几个，有谁认为说他们在民众党里面足以刊登那个举大旗，然后大家跟着他走的，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我认为为什么讲说他现在的恐怖平衡就来自于这个。当今天柯文哲继续在里面，这一块是没有人可以去改变的啦。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取决来自于检察官，他接下来如果他起诉完了之后，要不要继续去延押要不要续押他，也是来自于那块，没有人可以用言语说不行或是怎样。可是黄国昌可以，因为他可以不用负责任。而这个喊出来之后，你看今天又更新了他的说法，双手双脚被绑，谁绑他手脚啊？他只有出来的时候，按照规定是真的必须上手铐，其他的谁上？讲得像耶稣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那要钉十字架。不是你这样一讲，他如果听到了，明天可能改口。
OK， 对，你说打天下跟这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种感觉大概自古来，因为我们大家都没当过帝王，那我不知道柯文哲一直觉得我们来宾帮他算过嘛，本来以为是当过4个皇帝嘛。后来算过，他是自比过5个皇帝，不是4个。对，后来来宾算完是比过5个皇帝，真的。你说打天下跟治天下，后来所有的功臣到哪？汉高祖打天下，那所有的功臣到最后，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只有姓刘的能当王。最惨的是谁？帮他打天下最有名的是谁？韩信。韩信最后，你记得那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月下追韩信，把他拿回来拜大将军。拜完以后，韩信从那时候从假齐王一直到真的齐王，一路到最后，韩信最后死在谁手上？吕后请萧何把韩信诱进来，因为汉高祖说过，这个人是大功臣，只要光天朗朗乾坤之下，不能杀这个人。好，不能是不是？就把他诱进来，诱进来以后，在整个布帐里头，上不见天，下不踩地，然后呢，叫宫女用竹刺戳死。我没有用刀剑。我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我没有朗朗乾坤的问题 ，OK？ 那更不要讲，接下来呢？接下来包括宋太祖，你一定记得杯酒释兵权，高怀哲、石守信这些，光听完他一席话，第二天每个人都称病告老还乡，多厉害的一个人！明太祖朱元璋，我就算给你丹书铁券，你以为可以免死吗？蓝玉洪都一战，那有人说是蓝玉打的，其实是朱家人，但是蓝玉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将军，蓝玉撑了100多天，到最后嘞。蓝玉是全家族灭 ，OK， 我要你死这样，能够像唐太宗一样有连阁24功臣的很少，但打天下是从他爸爸，好吧，应该是唐高祖李渊开始打天下，他那时候只是秦王，打天下治天下，能懂这个规矩的人太少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就是可以跟你平起平坐，打仗的时候大家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但是等到人家一旦是经上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有几个人懂得这些呢？但不管怎么讲，蔡壁如懂不懂，我不知道。可是现在看起来，黄国昌显然知道个中玩味，因为他不是打天下，我是接下来会不会接手天下的人不知道啊。打天下很难啊，但问题是接天下的这件事情可以营造。黄国昌聪明啊，我就讲你蔡壁如凭哪一个角色去说你觉得黄国昌可以出来选举？你们任何一个人选举选哪里是谁决定的？那你叫柯文哲、对，感觉上是柯文哲讲的话，对吧？这全部都柯文哲嘛。黄国昌听在耳朵会不会觉得你谁呀？你讲对不对？对不对？黄国昌聪明啊，党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还不是你讲哎，他只差没讲柯文哲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了嘛。所以我就想说，黄国昌他很聪明，他很知道在这个阶段里面要营造了一个谁是老大。我管他精神肉体在哪里，柯文哲就是永远的老大。所以当蔡壁如今天又再跑出一个丢说，我觉得谁可以选怎么样选什么，我说真的犯大忌啊。可是你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会不会柯文哲听到黄国昌讲那句话也觉得对？我就是手被绑，嘴巴被缝，所以你讲什么我也没办法讲啊！你都已经讲成这样，我也没办法讲。范老师，他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你看黄章最近动作非常的多，他去学跟馆长去习武，以后立法院要用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立法院要用，但当然相关来讲，因为馆长跟黄国昌总召之间那个网络流量声量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尤其像国昌现在一定是民众党应该就是最高的嘛，他一定都是这样嘛。那所有的这些呢，所有这些目的是要塑造那，所以柯文哲现在是要供在那个地方吗？对，维持95之尊哦。那这就是黄国昌，就周朝天子摆在这，这就是黄国昌在馆长的受训，你看那个表情很痛苦啊，被情报的感觉啊，我不晓得他要干嘛了，准备要去立法院大干一场还是怎么样啊？不过蔡壁如他说这个新竹市是民众党的延安啊，我就觉得他对中共的党史大概不太懂，延安当时是怎么样？是因为孙中山去世之后，国共分裂了，本来是国共合作。蒋介石要清党，要把在国民党里面的铲除的共产党的势力铲除，就共产党是被迫被国民党追着打，一路从这个打到这个延安，躲在那个山洞里面。他们叫2万5千里长征。2万5里长征其实是被追着打，而且那个长征死了非常多人，因为天气忽然的变得很寒冷，食物也供给不了，所以那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几乎已经命在旦夕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休养生息，所以我不觉得延安是一个好地方，对中共来讲啊，所以我觉得他会不会说他们现在也在休养生息？一路被
民进党追剿成这个样子。不过看起来新竹除了那个副市长是民众党，其他也没有多少人在那边嘛，对不对啊？而且最近也被骂得很惨啊。好，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刚刚看到李珍秀他讲的这句话，说曾经在今年4月闲聊的时候，柯文哲说我健康出状况，交给黄国昌，这让我想起了怎么样？到指定接班人。好，那柯文哲最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有2个接班人，一个就是1966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当时的执政者叫做刘少奇拉下来，他全力这个定于一尊，然后他指定的谁？指定的林彪。1969年指定林彪，林彪是跟毛泽东一起打国共内战的，2个跟兄弟一样嘛，指定你，然后呢，而且这个指定接班人还放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有中共的党章，他说是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以及接班人，够清楚了吧？可是我不要讲，这个叫做引蛇出洞。毛泽东这个方式就在看你林彪，你乖不乖？因为当你成为接班人之后，一定有很多人来巴结你，是，一定有很多人来阿谀你啦，奉承你，你是接班人啊，这就观察你。结果后来毛泽东发觉林彪起2心，决定把他铲除。所以林彪本来要发动政变，我们叫517工程纪要，对，就武装起义的意思啊。由他的儿子林立果一起，后来被迫被抓到了。他在1971年坐了3叉级飞机客机跑的，结果飞机坠落在蒙古。这就是接班人的下场。所以我必须要讲，黄国昌，你作为接班人，不要是这种表情，痛苦的表情啊！后面抓你的人是谁？是柯文哲啊，或者是柯美兰，对不对啊？柯文哲比柯美兰有可能情报你啊。第二个就是后来林彪死了之后，他又指定谁？华国锋，就是毛泽东快死之前，1976年2月，还写了一个字条：你办事我放心，有没有？华国锋就成为接班人，华国锋下场也很惨啊，因为毛泽东一死，他也没后台啦，后来也是被邓小平给斗倒了。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种接班文化表示什么？就是柯文哲脑袋里还是毛泽东那一套。但是我觉得柯文哲他们这些家族人啊，是他们认为这个民众党就是我家的了。OK，我们打下来的江山，怎么可能让外人来接吧？就是跟中共一样，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强调红2代的这种他们的这种建国的血统。大家你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是红卫兵也有分所谓的造反派，就是所谓的黑五类，也有就是当权派，就是爸爸妈妈是当官的，就是开国元勋。他们说有一句话叫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血统论。我爸爸是英雄，爸爸跟毛泽东打下江山的，所以我们就是英雄。到今天为止，习近平是不是这样想法？是。薄熙来是这样想法啊。当初他父亲习仲勋，对，跟着毛泽东打天下。习仲勋后来1949年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哦，在没被斗倒之前哦。另外就是薄熙来的爸爸薄一波，也是跟着老毛打下天下。薄一波后来1949年之后就当了财政部部长。他们那个时候在一建国之后，都是坐着黑头轿车上下学的。所以这种他们心里面怎么想的？这个江山是我老爸打下的，你江泽民也好，你胡锦涛也好，你们不过是我们雇来的打工仔，你们就是 CEO，你们是总经理，我们是董事长，我们是董事会，董事，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连习近平都还有这种想法，薄熙来还有这种想法，薄瓜瓜还是在我们台湾啊，这个红3代，等一下要讲的哈，那不得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民众党的内心也是这样想。OK， 他们跟中共的想法是如出一辙。OK， 所以我不认为柯美兰、柯妈妈会轻易的把这个党权交给黄国昌。而且他们也在测试黄国昌的忠诚度。黄国昌现在每天言不离柯文哲嘛，他要展现出我的忠诚度嘛。可是当你的野心被他看到之后，我觉得柯家不会轻易把这个党权交给黄国昌的。OK。我觉得柯家不会轻易把这个党权交给黄国昌的。OK， 今天的主轴是打天下跟治天下，好吧？所以各位来宾说的有人就是打天下跟治天下之间的奥妙。这样子，如果真的讲打天下，好了，可是因为现在大家我们台湾人现在一定都疯棒球嘛，对，大家一定都疯棒球嘛，好不好？昨天大家都看到所有的相关的一些的比赛，那可是大巨蛋为什么现在草草洗版说大巨蛋都是阿贝的功劳？打天下。阿贝没有阿贝，你们今天有大巨蛋可以看球吗？
没有阿北，大巨蛋早就可以看球了。对，因为阿北，所以大巨蛋拖到今天。所以小草说：“我告诉你，不得了啦！大巨蛋的工程现在关在土城，还有押韵呢，对不对？只没有柯文哲，这次台湾不能够拳打韩国，脚踢澳洲，送多米尼加回家，进不了4强，去不了东京，有没有八卦？哇，真有八卦嘞！我告诉大家，大巨蛋。”如果没有柯文哲，2014年一上来说，4大弊案之首，非给你找水落石出不可，大巨蛋可能早就开始了。而且呢，一个建筑物在盖好了基础了以后，突然间停4年，你知道有多惨吗？它整个钢梁，因为大巨蛋上面是钛合金包覆的一个薄薄的一层钛合金，你的钢梁之间如果有锈蚀、有缝隙，加附上去，那个漏要怎么抓？我告诉大家，抓漏是最难抓的，所以你看。大巨蛋漏水的原因找到了，对，没有柯文哲还真不会漏得这么离谱。柯文哲停工4年的全责要负全责，为什么？远雄现在要修，已经花了超过4000万还抓不到。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大巨蛋的屋顶，大家看到这个一个像网状，那就是钢梁，然后上面有一个薄薄的钛膜在上面。你知道这个钢梁之间被国外的记者拍到什么吗？拍到跟包尿布一样。真的拍到跟包尿布一样。钢梁的中间有那个薄薄的那个透明的塑胶膜，雨布啊，它接着钢梁渗水下来，然后上面插了一根管子，跟那个输血管一样，然后顺着导尿管一样这样导下来，那真的是举世闻名的台湾奇迹，居然就在大巨蛋产生了。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当然觉得难看啊。当你抬头，哇，全垒打，抬头一看，哇，上面怎么尿布啊，包的一趴，然后那个水还顺着导尿管这样往下流。看了就奇怪，为什么？奇迹，整个远雄去抓漏，因为它整个钛的那个薄膜包上去之后呢，它中间没有办法密合，因为4年了，它整个钢骨有锈蚀，那锈蚀只有把钢骨全部打掉重做，那远雄不愿意啊，整个钢骨打掉，那花多少钱？所以我就硬把它给包上去，然后就看状况，漏水抓不胜抓，今天抓这里去堵，用堵的，明天漏那里。今天堵那边，后天漏那边，那个漏就是跑来跑去，因为水嘛，水你堵了，它就找另外一个出口，所以永远堵不住，干脆包尿片，包一个尿片接一个导尿管，那真是被人家笑死了。你知道日本的媒体怎么说？日本媒体说，哇，我们日本还没有去台湾打过棒球哈，不过听说那个棒球会漏水，就算不下雨都漏水，未来台风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柯文哲有没有功劳？有功劳，他让全台湾的人等大巨蛋等了更久。柯文哲有没有功劳？有功劳，他让台湾的棒球奇迹全世界闻名。你看过大巨蛋包尿片插导尿管的吗？对，台湾就有，所以漏得很离谱，漏得很厉害。而且呢，永雄还说不要怪我，因为你们莫名其妙停工，让我们无法去抓漏，所以现在只好用这种方式。柯文哲关在土城里面，你们还要蹭棒球？我要告诉大家，棒球这个大巨蛋里面。是因为球员打得好，我们才嗨，不是你大巨蛋盖得好。如果今天大巨蛋盖得好，球员打不好也不会嗨啊。是因为我们的球员，台湾队的球员打得漂亮，能够连续赢几场，让我们鼓舞士气，觉得很开心的球赛，大家才会开心。谁管你什么大巨蛋？你大巨蛋如果可以帮助台湾能见度拓展，说哇，台湾的大巨蛋盖得多好，台湾大巨蛋盖得现代化，比东京的巨蛋还好，你才成名。可是呢，你所登上版面的。不是我们的球员赢，而是台湾的大巨蛋有包着尿片，插了导尿管，丢人丢到国外去了，还敢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林涛，有没有看到最近有人在讲，如果蓝白河一路往下走，对，柯文哲会不会今天不是今天的这个模样？对，其实这个说法有点逻辑上的问题。意思就是如果蓝白河。难道该办的事情就不要办吗？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同意这样子。可是蓝白河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相信讲的意思应该也是在讲说，那如果一路这样往下打的话，那最起码这场选战会不会不一样？重点应该在这，而不是应该是在要不要办的事情，有没有违法的事情，不要让它公诸于世吧。
对，武哥，因为今天讲的是打天下跟治天下，所以我们就要讨论说谁破坏天下，谁决定天下。现在是谁代理天下？好吧，先从谁代理天下开始。你基本上可以看到，今天台湾民众党他做了一个最简单而且最聪明的选择，直接先让他请假往后延。因为这问题最小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不往下延的话，他所余如果只剩这个1年，超过1年，那出缺6个月要补选嘛。我试问哦，如果真的补选出来了。假设不管是黄国昌、蔡壁如、黄珊珊都可以，你出来了，结果阿贝突然在1月、2月出来了，没事，刚好也没有查到金流，然后就图利罪，那2个太阳怎么办？你是主席，他也是主席啊。台湾民众党谁是主席？没有人会先去扛跟真正的太阳对干的这一种风险，因为他们没有人能够，到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跟柯文哲抗衡。对，所以基本上这些人是聪明的做法，谁代理天下的问题解决了。好，那我们要回到谈谁当时候破坏天下，谁破坏蓝白合嘛？黄珊珊是吧？不是，这个大家会觉得是黄珊珊，但我细细跟大家讨论，你一定觉得是，你每次骂不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是蓝白合，对不对？破坏蓝白合，害死柯文哲嘛。如果蓝白合就不会害死柯文哲，柯文哲就不会死了。你还押韵呢？对。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可能是会觉得说，如果蓝白合，那当然查的这种力度不会像这样，那可能会有证据才把他压，就是比较这个力度的问题。那可是我必须要讲哦，我回去真的是最历史的考古。2024年今年的8月4号，不是曾经传出谁后悔蓝白合？因为蓝白合破局导致金华城开始案子开始查嘛，结果我就想说，如果当时候蓝白合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就谁出来讲话，你知道吗？陈佩琪。注意看哦，他这一则讲什么？他说，其实柯文哲不是后悔蓝白合破局，他是后悔踏入蓝白合这一局。他说他后悔的是前面踏入，他根本不应该进去。对，他觉得不应该进去。而且重点是什么？他说，当时候当踏入这个蓝白合6点协议的时候，为什么陈志涵没有把他敲醒？没有把柯文哲敲醒？为什么黄珊珊没有把他打昏？你到底要把他敲醒还是打昏？然后呢，你打昏就是把他给带走。对，然后你让他做这样的决策，2个人都有罪。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哦，这一件蓝白合破局哦，这个历史在演进哦，不只是黄珊珊，搞不好黄珊珊是陈佩琪直接做 order 的，所以陈佩琪基本上，如果你还在讨论蓝白的话，你才是害死你先生柯文哲那个历史罪人，看起来是这样子嘛。如果以这则新闻来讲是这样子，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柯文哲是一个思想决策的软禁。我其实想起一件事情，刚才我在写的时候。那时候在君悦，我不是要谈大家都已知的事情，我要谈大家漏了一个细节。什么事？因为那时候我很接近柯文哲那边，太接近了。那黄珊珊不是上去台3、4次跟柯文哲耳朵讲吗？我现在怀疑，我觉得黄珊珊应该出来讲。我觉得3种可能，他会不会跟柯文哲讲说，陈佩琪跟何瑞依女士就叫你不要签了，为什么你还要签？对不对？哦，对，不要签。因为柯主席那个脸是挣扎的，你回想那个脸是这样。第二个是，你都答应 ABCDE 了，你怎么可以还签？这我们不知道。你封关吗？对，你拿什么民调，然后去跟人家谈了什么募款，或者我们不知道嘛。第3个重点，你会以你干嘛当副的，还是以上皆是？就是黄珊珊是到最后整件事情历史要转弯的，在他耳朵起起楚楚，没有人再这样子。全球的媒体在直播间起起楚楚在攻上，你要出来讲好，最后收在哪里？谁能够决定天下嘛？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哦。结论呢，感觉破坏蓝白合的是他们自己。那为什么嘛？你也总是要有个理由嘛。政治现金有没有在整个竞选过程收到满满？看起来有啊。那如果跟你们合的话，你跟我们合，当然就是没有了。国民党主轴整个政治先行，然后到党这跟这个竞选总部一起运用，不会有个人没有申报的问题吗？国民党是一个家大业大，长期本来就是按照这个登记来走，不会有像他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政党总统的回馈金2/3。如果他没有选总统，他赚不到7000多万嘞，他怎么可能？所以这2笔加起来多少钱？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一个母姐会决定了柯文哲能不能这些大政蓝白合不合，然后呢还有一个心情秘书决定柯主席的情绪跟心情，那我觉得这个国家或台湾民众党在他们自己手上，我觉得蛮恐怖的。我要补充一点哦，其实按照这样惊悚的剧演到今天哦。国民党要谢谢柯文哲，就破坏蓝白合的那一群啊？为什么？如果今天蓝白合没有破，柯文哲
假设嘛，假设当选，当了副总统，当了副总统，那请问，国民党的侯友宜当了总统之后，司法就不查了吗？金华城一样会查，一样会查。总统有司法豁免权，副总统有没有？副总统有没有？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呢？国民党赢得政权，副总统羁押，各位这惨不惨啊？这超惨的。所以我觉得回想一下，这是一个惊悚剧哦。蓝白合当时破坏，我们当时认为说破坏蓝白合人是罪人，现在对国民党来讲，这是恩人哦。因为柯文哲在2020年就已经干了这个事了嘛。他不是2024年的有很多东西，当然是那时候都是2020年就干了。那即使侯友宜，警探个性，如果当了总统，天哪，那比赖清德还狠！我跟你讲。即使侯友宜，警探个性，如果当了总统，天哪，那比赖清德还狠！我跟你讲，全查，查到底，最后查到自己副总统了。你认为侯友宜会说，因为柯文哲是我的副总统啊，就先不要查了？不会，侯友宜绝对不会，一继续查。副总统没有司法豁免权，副总统被羁押跟党主席被羁押哪个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想一想。这个破掉蓝白合，救了百年大党。黄珊珊救了百年大党，否则当时副总统被羁押，各位你想不想？你敢不敢想啊？不太可能吓死！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我们讲现任的总统、副总统，说真的，你看郑文灿的案子就一样，他是小英总统的人，然后他有这么多的案子压了这么久，他不过是一个桃园的市长，他压了这么久，也有副总统，市长都没压副总统，没有，所以我觉得调查的过程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司法检调会看。就说现在是谁当家？如果你当时是你们当选的话，你们就不会查柯文哲吗？可能会延后，因为案件因为事实还存在，只是说它的力度跟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没有把它做会延后，但是一样会爆发，一样会爆发。那个林涛的判断，我尊重，但我觉得这真的结果就是让你们国民党的痛苦往后延而已。为什么？我举几个状况哦。假如蓝白合当时有成，我们今天来做几个幻想文啊他会跟你谈什么？有案子要给穆可公关做，你们国民党肯定要发布案子给穆可公关做。第二个，金华城这个案子只要真的有这个图利的事实，它会让你们延后痛苦。为什么延后痛苦？我决定靠的判断应该是这样：就现任的副总统、司法单位多少在查的时候绑手绑脚，这也许你的判断我尊重，也许也真的有可能是你讲这样，但是有图利金华城的事实，有一天他还是会卸任啊。那这个案子会整个国民党，假设蓝白合真的是拿下政权。你们整个的要一起陪着他陪葬现阶段是国民党不只是跟着骂，现在是国民党揭露很多金华城的市政，从游淑慧，从钟小平，未来是你们整个政府的一环再来第三点，为什么我说延长痛苦？当时柯文哲说要分你们哪几个部会？对啊，法务部、金管会、NCC， 我讲前两个就好了。金管会，我现在这些金流。张庆元这些内容的状况，然后法务部整个司法单位，尤其是你忘了国安会副秘书长就会是曲美凤，对，就锦衣卫，对锦衣卫。所以我记得蓝白没有合是救了国民党。还有财政部，当初柯文哲，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柯文哲这个要的应该是卫福部吧？那跟你的专业对，就他为什么要这些部？我们现在想起来，的确是其来有自嘛。那。去年11月15号，当时很奇怪，就是我认为柯文哲进去那个会场，就是马英九基金会，跟他去的人是谁？陈志涵。后来据了解，他们一进去之后，陈志涵是被赶出来的，就是当时这个朱一伦叫他们这几位随护人员全部都离开，不管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全部要离开会场，然后他们出来了。后来等到门打开的时候，柯文哲已经签了6点协议，陈志涵说怎么可以这样签？然后朱一伦就说他们已经答应了，不要再谈了。所以什么样的心境让柯文哲愿意这6点协议？因为我们的6点协议就是让给侯友宜当正的嘛。是不是柯文哲已经没有？本来是5点本来是5点，第6点5点。对，我觉得这里面真正了解有这么多事情的人，或者知道那个 USB 的人，或者知道那么多事情的人，大概只有柯文哲一个人。我觉得陈志涵都不知道，所以柯文哲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换法务部长，来换金管会主委，来换这些相关的部会，来求得他如果当了副总统之后，他可以这些人不会办他的案子，起码延缓办，这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可是等到柯文哲回来之后，全党内炸锅嘛，黄珊珊反对嘛，柯妈妈反对嘛，陈佩琪也反对。
他们不晓得这里面有这么大的问题，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全貌，他们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只有柯文哲知道全貌，他知道打击多掉，所以我觉得他勉为其难愿意接受那5点协议，可是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其他人反对之后，柯文哲骑虎难下，刚才就把那5点协议给撕掉了嘛，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一场非常我觉得未来要拍一个电影，那个太精彩，那个转折太精彩。还有电影，我们应该有一脚啦，但是一定有一脚。对，但是我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回应，就是说，如果综上所有来宾，其实对这件事情来看，国民党其实在当时候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嘛，因为毕竟如果我们愿意这个推蓝白合，所以现在讲到底，台湾民众党这些高层跟小草真的不能怪国民党，而且要怪你们自己，因为。风险都是国民党承担，那当时蓝白合你们这些事情就比较少了嘛，是你们自己破坏导致自己全爆嘛，所以你们现在要怪谁？怪你们自己啊！不过林涛刚刚讲的，如果政治现金那一块假设蓝白合的话，因为主体就变国民党，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金华城这些是以前的事，因为这跟这一次的那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你们刚刚讨论到，会不会有很多观众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讲给我们大家听听的哦，好像不是，没有。可是实务上，法务部长如果是柯文哲派的人，然后这个他也要法务部，对啊，法务部啊，黄国昌他那时候会是因此像这样子，然后就不办的吗？黄国昌会大义灭亲，对不对？然后要求检察官然后调查柯文哲，不可能，太难了啦。对，因为当民众党现在有的对外的说法都说司法是可以被操纵的。表示他们的内心认为是可以操纵。那当柯文哲那个加入了那个第6点，他说由这个国民党哦，你们就去负责那个什么主责建设发展，民众党要主责监督制衡。对，后面今天是因为曲美凤跳出来讲说，他跟我讲说要给我国安会那个副秘书长。柯文哲没有分给其他人过吗？也有啊，他也有公开点名过啊，谁接什么新闻啊，谁，就他对他来讲，他觉得随口说出这件事情 OK 的。可是我刚对林涛刚有一句话，我没有很能同意啦啊，他说国民党都在承担风险。对啊，你承担什么风险啊？承担什么风险？你们那一次，对不起哦，你们那个蓝白那6点不是荒谬的，不是那6点，大家还记得吧？他们有一个那个怎么计算点数嘛？点数如果在误差范围就让386%，不是，在误差范围之外，胜者得。对，没错吧？在误差范围里面的话是侯德。你承担什么风险？你那叫吃人家豆腐啊！我觉得柯文哲在那个时间点愿意签。其实他是从钱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是对的啊。我如果愿意，这些钱全部都进来，然后你会记得，现在钱有一些钱进去了，去哪里了？有到民众党吗？没有，就是找不到。没有啊。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柯文哲那时候要，但是党里面的其他人不要？因为可能其他人其实是知道钱到最后是没有到党啊。对嘞，不然呢？那现在怎么钱没有？对不对？本来还要继续。你要站下去，我们所有人才能封官加爵啊，我们才有一线机会，我们才。可是那些人为什么反对？如果说真的是为党好，那我会觉得说党主席决定啊，为党好，那我们就相信你的决定啊。为什么出来之后，其他人靠刚刚跟他什么之类的如上加权，反而是柯文哲一个很开心，而且还有一个说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对，所以在那个关起门来的时间点，柯文哲做的决定是绝对有利于柯文哲，但是不一定是有利于民众党。而出去之后，那一些民众党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才会掐着他脖子，就是你要给我继续选下去。或者让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对，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蓝白合获利最大的个人是柯文哲。对啊，你看到之前 USB 跟杂志的内容，全部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很多国民党的金主内心看来那个新闻的报道，你说那个建商有一些建商，就他们的期待，我们要想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态是为了让侯友宜能够赢，对啊，为了让国民党能够赢。我们给柯文哲钱，给民众党，对，或柯文哲，对，因为差了变柯文哲的嘛，对，给他们钱，然后换得他不要选总统，对啊。那柯文哲我们现在看到的杂志的报道跟内容是柯文哲把钱变他自己的嘛，对啊，没有到党啊。所以蓝白合到目前为止已知的结果，获利的是柯文哲的荷包，是啊，个人啊。可是民众党可能完蛋了嘛。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柯文哲就选到底啊。蓝白合啊，没有以柯文哲他当副总统啊，以柯文哲个人来讲的话，个人没有啊，对啊，我如果不选，
蓝营的金主会给我更多钱呢？因为他前面就已经得到这些好处了嘛。可是后来他选了，对啊，所以所以后面有些钱就没进来了。对，所以他如果这样通的话，他就不应该这样做啦。那我就不要选啦。如果你们觉得我是为了钱，那我就不要选，我就当副总统。可是后来他党，你们大家都，可他党的压力啊，对，就后来是民众党的这些人说，你一个人赚饱了，我们其他人都喝。可是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柯文哲一个人又可以挡得住所有，他挡不住党里的压力。对，民众党不是一人政党，他一个人说了算啊。不是啊，他目前会啊，现在就不是目前会。我觉得五根就是，我觉得刚才五根一定听到一个逻辑的一个这个。尴尬的地方，什么是逻辑尴尬的地方？因为你说他要接受副总统，那以后这个法务部啊、什么部啊都给他了，他就不用查。他又要加入，那又要钱，那到底他是要法务部还是要钱嘛？所以他到底要不要？要，你们都给他，你们都给他，你们没有听过一句话吗？夸张的事吗？你们签的合约不是就是那3年？不是，我让你没有搞懂，小孩子才做选择。没有，这是有关联的，因为柯文哲。跟这些蓝营的金主，我不选，我退选，你钱给我，可是你给我又怕被查到，所以我要法务部。我拿了钱之后，法务部 hold 着我，我当副总统，我有地位，我又有钞票，我双赢。可是后来是因为柯妈妈跟这个陈佩琪，他们觉得我儿子怎么可以选副的，硬压着他，所以他才冒了这个险，把那个6点协议撕掉。所以撕掉的同时，就等于拿到了土城看守所的门票。所以他自己心里有数啊。OK， 对。不过现在看起来，整个案子像金华城这个案子。因为柯文哲主席当然他放弃了抗告，那接下来延押2个月，可是还有几个人，尤其在这里面，问你，李文忠，对，李文忠羁押的时间快到了，是，还有像朱亚虎，那这几个，李文忠中间大家在讨论一件事，8号的时候，对，他被提讯问了很久，很长，对，后来检方就去申请扣了穆可的钱，对，这真的有什么关联？现在外界有一个定论哈，就是我推测，就是说。认为李文忠有可能被检察官问的时候，把所有跟柯文哲的金流或内容都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回来穆可，这几天最大的一个动作，以调查柯文哲案子就是穆可被扣嘛，对，扣3800多万。那这有几个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当然就是穆可里面真的有3000多万可以扣。第二个，在释出来的新闻的内容是直接的明确指出说，柯文哲跟李文忠。涉嫌用穆可公司来侵占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来，我问一个问题：穆可有办法侵占用这间公司来侵占政治现金，这事情谁会知道？就是穆可的实际负责人嘛，李文娟，然后或者是背后在操盘这个会计事务的李文忠。那所以现在大家外界有很多推断说，有没有可能是李文忠、李文娟他们在被问的时候就已经把的内容把它给讲出来了？那。这个是推论，可是确实现在也产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怎么会突然之间从之前查金华城，然后现在又回来穆可，感觉绕了一圈，从政治现金到金华城案，最后回来到穆可，就是所谓的政治现金。我认为检察官在最后查的阶段是最后再收网了啦。就是说穆可这间公司确实以民众党的态度来讲，他认为真的拿了很多不该拿的钱嘛，连民众党自己都认为嘛，当时合约的内容，穆可多拿了1000多万，我就问一个问题：当扣到了李文娟他们的穆可公司的3883万的钱，民众党是有跳出来讲，检察官占了，有吗？没有，他们是大骂嘛。对。可是我就问嘛，你现在讲说穆可公司欠你1000多万还了吗？穆可公司因为这个选举1300多万要跟民众党多拿的，他还了吗？现在看起来还没还嘛？那为什么你们反而没有去感谢检察官帮你扣这个钱？所以代表一件事嘛，穆可不是李文娟的嘛，穆可是穆加可等于柯嘛，是柯文哲在背后主导的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我认为这个扣押的意义是，穆可公司有可能检察官已经查出来，就是他是真的有来当洗钱的用途，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政治现金洗到变穆可，那穆可可能未来给柯文哲做使用，我觉得这是可能他们目前掌握的状况。可是中间过程好，从刚才前面讲蔡壁如讲的那段，大家也没办法接受医疗行为啦，什么这些，这个过程当中，很明白的一些的词，譬如说柯文哲绝对没有收。绝对没有有任何侵占任何的政治现金，然后有很多人问的就是谢国梁长辈，然后觉得那200万到底现在在哪里？是，所以要让大家看一下。可是再换一个角度讲，将军吴怡轩也跟你讲，柯文哲也是政治现金的被害人啊？为什么？柯文哲总会被害人，小草才是被害人吧？柯文哲第一个他不会捐钱给自己嘛，那个钱是小草
还有一些当时认为柯文哲不错的人捐给他。那捐给他，不管是做朋友还是要赞助你选举，你总要清清白白，然后全部要搞得清清楚楚，报政治现金嘛。柯文哲没有报啊，柯文哲没有报啊，他反而是交代了橘子去寄 USB 啊。那个 USB 寄的东西有没有在政治现金部里面有？对，没有嘛，就没有嘛。政治现金里面有的事情，在 USB 就没出现。USB 有出现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出现在政治现金。那请问 USB 里面的，对柯文哲来讲，到底是政治现金，还是人家的后谢？还是前面的定金？你讲不清楚嘛。所以你怎么会是政治现金的受害者呢？我要捐钱的才是谢国良这一笔到哪去了？柯文哲是放在口袋里，还是不小心忘进这个放到政治现金里面，然后这个端木正又忘了登，是忘了登还是放口袋？所以怎么会受害者呢？不要把整个侵占的状况变成一种受害。柯文哲也不想收啊，柯文哲人家给他200万，他不想收。可是呢，因为给了，所以我只好收了，是这样受害吗？你也太勉强了吧！所以我才讲，政治现金，如果你今天是不乐之捐，那叫做行贿；如果政治现金你是把它放到自己口袋没有登录，那叫侵占或者是背信。那哪一点是受害？哪一点是受害？还是柯文哲真的认为钱是很臭的，放在口袋里面会脏了他的衣服？我要告诉大家，政治现金就是乐捐，政治现金就是要比干干净净的登录在监察院的政治现金部里面。你漏登罚钱，你侵占就是犯法。不，慧珍是柯文哲任内，有人回头去查，他任内有5300多件的政风检举，对，金华城一件都没有。是，所以金华城是什么样？是这2天大家才把它弄出来的吗？为什么5000多件里面金华城一件都没有？是，其实大家都会发现5000多件里面，其实每一年的真正有在办的案子大概是6%到8%左右，就是其实很多可能是没有证据不足啊，为什么？但是如果连金华城一件都没有，真的有点匪夷所思。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人。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是金华城的人。就是说不包括如果说是黄珊珊，因为你现在把时间序弄起来嘛，就朱雅虎是2019年那时候当鼎悦的董事长，然后就去推这个案子。那黄珊珊是2019年的10月去当台北市的副市长，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那个2020年就开始便当会。然后便当会的时候呢，那个3次便当会不是后来彭正生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 PM， 然后包括那个都省会，对，然后还有一些你会发现几个重要的角色的人，好像都已经是被我刚为什么会问说柯文哲任内8年，对5000多件的检举案，政风检举案，对，一件跟金华城有关的都没有，是因为金华城这件事情。中间还经历了打官司，对，市政府跟金华城打官司，还有监察院的，对，从300多到500多，到最后到了800多，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还有柯文哲不是写手稿的速审速决，什么一大堆的这些，中间都没有人有一点点，你检举一定是我觉得这个有涉及要违法或不妥或什么的，我就检举嘛，都没有一个人检举。2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我下面做事人，我知道问题很严重，可是我知道长官跟他们勾结，那我检举，我不是找死吗？我的长官都是他们的人了，我还检举，不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对。然后第2种状况，你可能检举了，上去了被抽掉了，就可能被抽掉了。因为谁处理的太干净了。如果说你有1件，那还有得说。那现在是可是有1件也很危险，因为1件如果现在爆发开始回去查，那1件呢？对啊，没有办，为什么办？所以我觉得光从1件都没有，就真的我认为是被抽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因为。再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人，比如说那个雨果市场的相关的案子，不是说那黄昌嘛，跟他本来是竞争对手，后来那个黄昌可以叫人家偷偷去检举啊，说那个有问题啊，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有人检举，可是可能就是像抽单一样就抽掉，要不然就是下面经手人认为有问题，可是从整个处理事情过程里面发现，哎，怎么我们的主管都是胳臂往外弯。
哦，对不对？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就他们就把我们换掉。我们说是啊，那个评审委员说这个东西不对啊，于法无据啊，这些评审委员就不来。那你大概跌来对咧讲头路，大概是跨法线嘛？你说容积率乱给，谁吃亏？你说起来是台北市民吃亏，那台北市市民是谁？没有人没有人啊，它就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概念而已啊。那谁会知道？那是检调查现在才知道啊，而且也是柯文哲下台之后才知道啊。那时候那个所有一些事情，为什么在当时议员也有质询啊，阿苗也有质询啊？那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查？对不对？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连在议会的质询的时候，柯文哲还骂那个他们的那个廉政处是不是？还是有一个不是什么你不要再讲话了什么，我就把你弄掉。那时候也是在讲，我记得是金华城案子还是什么案子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有。就是他们是感觉起来，柯文哲对于那个廉政的，是廉政还是那个政风？对于政风的那个是有2个人是好像立场不同的，所以那其实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啊。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查？感觉上好像就是要等到柯文哲下台之后，现在所有市政才被查，但是确实一件都没有，反而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任俊，斗内这件事情在整个案子里面是。包括民众之声，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徐府也有讲过，有人问他说那个民众之声跟斗内，然后钱是不是在哪里？后来他不是被追问的时候，他有跟你讲说没有，其实那只是内部闲聊啊什么。所以到底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应该是说那时候大家在质疑，就是说木可之间跟柯文哲的竞选总部或者跟柯文哲之间有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因为呢，在之前的说法都永远都说那个木可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所以没有办法替他们做任何的这个说法。但后来大家开始去质疑，就是说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民众之声有一些这个斗内的状况，那所以有一段录音档在当下被提出啊，那个看起来就是说那个徐府在跟大家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那主席已经同意了就是说呢这个木可的民众之声斗内进了这个所谓的木可的钱。可以要拿出来给他们这个文宣部来使用，这样，而且当时徐府定调叫做好消息那时候其实大家会质疑啊，就讲说为什么是如果你是你民众之声做，那理论上面斗内的什么什么钱应该是由你民众党自己本身来做，为什么到最后会进到木可？在那个当下，他们的解读是说。因为政党自己本身不能够这个有什么盈利啊或干嘛的，那也很奇怪，因为斗内就当政治现金就好了。是啊，然后政治现金那一块你也是可以合法的申报，但他们讲说那个时候是给的，这是由木可来执行，所以钱进了木可的所谓的海外账务。他说他们1毛都没有动过，但为什么这2天的时候这个新闻又被提起来？是因为民众之声又开始了他们又开始了。其实应该是说，他们民众之声一直都存在对啊，我上网稍微找一下，他们真的很爱柯文哲，有没有？这个民众之声在开直播之前还有这种画面我想念你这样子想念柯文哲，柯文哲还在，还好你没有用黑白的你用彩色的这样然后呢，可是呢。你如果去找他们的他们的这个首页首页基本上，因为我就是稍微点了一下，他其实也还是有在继续收斗内，还是继续有说斗内找我们啊，斗内我们啊，什么什么，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包含到他们自己在节目里面的时候，事实上也一样是这样，打破媒体垄断，订阅民众之声，小小斗内大感谢。好，那问题就来了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说。这个斗内的钱，因为是进了木可的账户里面去，所以才需要有主席来做决定嘛。好，那第一个他当然是那柯文哲有权决定木可的钱，你今天要怎么用嘛？他们后来赶快解释但问题是，像这边有开，如果现在大家开直播很多了啦那直播也反正你如果今天要收斗内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个账户，对那雅虎对不起就是那个 YT 在弄这个账户之前其实是必须要你本人提供。你提供了，它其实还会有一个审核的机制。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木可既然现在是被调查中，而且你们也帮人家宣布说他们要停止营业就是绝不要清算的那种。那你这2天你们的节目里面又开始在那边叫这家小斗内大感谢，那钱到底到了哪里？如果进了木可，因为木可这个公司不会吧？现在不会再进木可了吧？那问题就来了因为你原先登记的账号，对啊，是木可那边进去的。那木可的负责人现在在哪里？监狱里。实职负责人因为李文娟说他是挂名的嘛那实职负责人叫李文忠在监狱里面嘛？那你怎么更改那个账号？没有啊。如果李文娟是挂名的负责人，就算是挂名，他只要愿意用印、愿意那个的话，他还是可以去申请但问题是木可现在在被调查当中，你觉得谁能够帮他来决定做这个？除非他们改，如果没有改。
可是你很难想象吧？你们大家已经质疑穆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到这样，然后我还用他的账户，然后还用这样，这会不会太奇怪了？因为账户是他们自己说的，对啊，是啊。最早期的时候，账户是他们自己说的。那你如果后来要再来接这一个，老实讲，除非你民众党去跟他改，说我去改我的，除非改，对，除非是改这个会有你现在讲的问题，对嘛？那你今天你怎么改，那是一件事情嘛。就民众党很多东西都这样，包含陈佩琪的那个状态嘛。陈佩琪要不要接代理党主席？之前也吵得很大嘛。陈佩琪入党了没有？没有，也不知道啊。我今天问了民众党的几个人，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不知道，这也很奇怪啊！就说没有人知道民众党到底谁有没有搞不清楚哦。所以我觉得，当然他回来了还是这样啊。我就说，穆可在这一段时间扮演的那一个角色，绝对不会是柯文哲当时你们口中所讲的。而且我说实话哦，大家如果再回来去看说穆可在那个时候，因为现在是说扣了他3883万嘛啊，那个叫做，因为他的名义叫做什么？他的名义叫做柯文哲跟李文忠疑似透过穆可公司侵占政治现金嘛？好，那问题来了，民众党那个时候他其实申报到穆可里面去的，因为侵占的意思一定是你要拿过来才叫侵占嘛，一定要进到我这里我才能够讲说我侵占你东西嘛。可是他那个时候实质报的也不过才3900多万啊。政治现金里面，他申报出去从进总进到穆可的钱，他自己申报的也才3900多万啊！今天被认定有3880几万是侵占，是啊，你他妈搞个公积比小多几，哪一笔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只做100万的事情，除非他有一种可能性，130几万成本啊，对，不是，除非有一种可能，那个是因为这个3000多万是当时民众党还自己讲说什么？讲说我们有灌水进去啊，他们有承认嘛，穆可有被灌水嘛。可是我就讲，你们从账上面按照监察院申报，你们才申报3900多万，不到4000万哦。OK， 现在检方说你有3800多万是侵占的那个政治现金，那你跟我讲这笔账我能够信的有多少？还是其他的？他其实是透过另外一个名目，就是我愿意相信你这笔账是真的。那除非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像谢国良那一种，也就是我今天认为我是要给政治现金，但你最后让他给了穆可 ，OK， 所以你没有在这里面，你没有在这里面。那谢国良的200万，现在看起来民众党也没有人承认收到啊，会不会进了穆可的账里面？我觉得这就要回来，就是说，因为他的落差真的太大，我愿意相信他这笔账多数是真的。那侵占的这一块，检察官不会，因为他细到连几块钱都写出来。OK。侵占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亦持有为所有，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只是摆在你那，结果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那个在法律上是用这样一个情形。那到底这里面，因为检方确实是讲说，那涉及侵占，然后政治现金，到底哪里的政治现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在穆可呢 ？OK， 其实穆可我们长期以来就讲，只有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就告诉我穆可最终的受益人到底是谁，就最后的老板是谁，最后是谁可以决定穆可所有的钱，然后最后怎么用。大概就可以知道所有的脉络 ，OK？ 好，那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对国人所有的人来讲的话，你也会关心，因为包括立法院，好，立法院总预算好像已经复委了，那但是财划法这件事情，财划法好也已经出了委员会，可是显然这个风波并没有结。可是林涛，原本财划法的版本，朱立伦说只有一个党版，对，那个才是唯一的版本，对，那所以其他的都是不用讨论的。基本上因为我们的那个现行法案，你看这个我们立法院的版本是这个5100这个48亿，那当然我们会做很多的配套，比如说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金额还有跟台湾民众党有中间有这个斡旋，比如说减20%。就是把这个我们讲重手税跟银手税往下调，但是把这个菸酒税往就是还是收回来的话，那基本上是3130亿。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智库当然会针对很多的可能性，他做的一个布局，可是到最后还是会这个朝野协商来做最后的决定嘛。所以国民党就是一个版本，就是5148亿那个版本。Okay. 那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个台湾民众党的立委叫黄珊珊，他出来瞎闹嘛。就有一个台湾民众党的立委叫黄珊珊，他出来瞎闹嘛？你知道为什么瞎闹？
基本上呢，台湾民众党的版本，他不是在讲说，陈玉珍你怎么没有读我的版本？那陈玉珍就很坦白的直接讲，你们的版本我们一样进步2读。那进步2读的时候，就是那22个版本，我们都会政党协商的时候再来讨论。所以你说今天国民党是5100多亿，然后你黄珊是2000多亿，或是这个民进党也是2000多亿，他到最后都会一条一条来处理。可是现在看起来，你觉得为什么黄珊在财划法还有宪法诉讼法这几个里面，他好像最起码一开始出来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跟不管是国民党或是跟他们的党版里面会有一些不一样？为什么？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破坏团结的人，因为你基本上可以看到黄国昌都出来点他的，你没党权，黄国昌有党权呢，他是这个党团的总编，他直接跟你讲说你不要再闹了，因为柯文哲主席现在被羁押，可他在羁押之前他就讲了团进团出，这不是很简单吗？这4个字你有什么好吵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在财划法他就背刺蓝白一刀，他基本上没有跟大家沟通的意思，然后你的法案也进步2读，你就偏偏要在那边闹。第二个宪法诉讼法，五哥因为这个五哥是这个超级大的前辈的律师，你基本上可以看到黄珊珊他身为一个律师，他有多夸张，他是怎么谈宪法诉讼法的？他说呢，他不同意修正总额定义太过简化，他想要怎么样呢？他想要另外提出修改判决门槛的方式解决，哪里不一样？你的门槛不就是总额吗？不就是总额算了吗？你玩文字游戏耶？你就是为了背刺汪小玲吗？我说真的，汪小玲委员他不是每一个法案我都认同，可是如果今天谈到宪法这个诉讼法的部分，因为等一下民进党的朋友他一定会讲，没有啊，好多的律师走上街头，对不对？啊，你们国民党之前马总统提出来的大法官黄虹霞不是在讲说，你看都是这样太严格了。可是其实时空背景差很多，为什么？黄虹霞那时候其实大法官不是那么一言堂，因为现在是什么要提名什么姚立明啦、刘静怡啊，那时候马总统是提名福福盛旺的社会这个贤达，这个社会贤达里面是蓝绿都有，所以基本上在黄虹霞大法官讲说，那时候针对各法案。大法官的争议是争斗跟辩论是非常激烈的，蓝绿各有立场，可现在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你觉得现在是一言堂？其实现在看起来像一言堂，而且那个我们讲释宪比例要判违宪的这个比例也是过低，所以我说真的，当然蓝绿各有异常，我们只是希望国家的最高的大法官。他在判定违不违宪或是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稳健一点，他其实可以把门槛提高。那这个门槛大家可以讨论。林涛辩才无碍哦，从财划法讲到大法官，讲到那个人民权益都好，我一个一个回。我现在讲财划法，财划法国民党要搞清楚一点哦，你们现在口口声声说5000亿，然后之前协商的时候也有跟民进党的朋友在讲说可能4000亿啊，之前有人提3000亿，然后现在跟大家讲只有国民党一个版本。但他们没有跟你讲的是，出委员会的版本是6600亿。国民党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财划法可以讨论，我们一年的总支出税出就是3兆多，法定1兆多，这是不能动的。3个来源来自于补助地方政府，统筹分配款、一般性补助款、专案性补助款。明年赖清德编给地方政府1兆的补助，比8年前马英九时期5500亿多了快1倍。你只要跟我们讲一件事，统筹分配款多6600亿给地方，哪一块要变少？负责任跟大家讲清楚。我们在讨论是说，可不可以多给大家一点讨论的时间？包含像陈其迈上个礼拜到立法院要发言，也没有机会等等。我觉得这第一个要做个负责任的，无论是在野党或国会多数党，6600亿现在出委员会的版本，那要从哪边来变少？人民要有清楚知道这个的权利，这第一点。第二点哦，有关于大法官的事情，我觉得回到一个源头啦。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个保障人民权益的基本大法，这是所有的上过公民课第1堂都知道的。所以为什么宪法法庭不能让它停摆？因为我们不要因人设施，我们回到讨论这个国家架构。今天行政权或立法权都有可能侵害人民权益。我就举个例子，今天如果我讲最极端的，蓝营跟白营联手去通过了一个法令，侵害到了女性的权益、女性的工作权，此时此刻会怎么样？大法官判你违宪，因为宪法里明确规定不能因为性别侵害人民权益。今天如果有个法律通过，某种特定宗教在台湾不能信仰，此时此刻台湾发生什么事？大法官会判你违宪，因为我们有宗教自由，这是宪法。所以为什么
大法官宪法法庭这么重要？因为我们1年365天，没有任何一天立法权或行政权或任何权利有办法去侵害人民的权益。那现阶段国民党的朋友都讲啊，你看其他国家也都有设限制啊，有啊，但他跟你讲一半啊。比方说他们说美国，美国今天如果这个限制的名额在那里，那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天大法官就是所谓宪法法庭没办法运作的话，他们是所在地的法院可以来进行审判的。加拿大他们是发生这状况底下，由地区的专业法官可以来做这个相关的宪法法庭的审判。日本是如果大法官那个比例没有办法达到门槛，由内阁指定大法官。就他们没跟你讲后面，因为这几个国家背后都有一个防止配套的环节，就是我不能让宪法法庭没法运作。可是我回来讲，蓝营现在在提的这个翁小玲的版本，这是阳谋，这不是阴谋。他们的目标就是瘫痪宪法法庭。今天他们的逻辑是讲说啊，因为马英九时期提的人哦，广大百川啊，各种人啊，你民进党提的很烂啊，所以你就要瘫痪宪法法庭哦。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老讲翁小玲没关系啦，翁小玲就继续这样搞啊，国民党要挺他这方面就继续挺。我觉得这最后一定会。民意会反扑啊！来，你好，简单回应。对我简单回应财华法的部分就好。基本上第一个最应该负责任的是卓荣泰，因为行政院到现在没有院版，因为他偏向不修正。可是现在的版本是赖清德2011年说的不公平不公义的版本，那你怎么不提出你院版吗？其实民进党可以提啊。第二个，哪一个民代跟县市首长敢说 no 就都不要修？说真的，现在是在吵我要200亿或300亿，现在如果不修是0我200亿不好吗？我现在有修就有嘛，所以哪一个民代跟县市长敢说没有？第三个有没有需要？因为现在行政院说你们的预算都编好了，根本没有需要，我就帮你算嘛。桃园还没有编入预算的，我就随便算一算，就1600亿，其中有400多亿是色彩，这不是年轻朋友最爱的吗？所以我觉得这3个层次其实就等待到底行政院会不会有院。好，那你说川普当选以后，整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最近真的大家已经濒临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吗？当美国拜登现在已经开放让乌克兰你可以用长程飞弹去打俄罗斯境内的时候，那俄罗斯已经直接放话，要这样大家就直接第3次世界大战开打，真的会变这样吗？那老共又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动作？可如果讲到老共动作，范老师，你刚刚讲博呱呱来台湾嘛，对不对？对，当台湾的女婿。薄熙来其实现在当然是习近平嘛，什么国家书记啦，什么国家主席、总书记啊，这些都是他。本来薄熙来搞不好，那个时候如果当时那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现在是搞不好现在是薄熙来哦，就不呱呱他老子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英国商人海伍德被杀案。这个海伍德呢，其实他就是博呱呱在英国伦敦的监护人，甚至他在英国的生活起居都是由这个海伍德来照料，他也是他们家的账房，就说他们博家在英国或其他地方海外的账户也是由海伍德来操作，而且他又是古开来的男朋友，所以据了解啊，这个古开来找人家去把海伍德给杀了，因为他们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财务的纠纷，但是呢，据了解。后来哭得最伤心的人是谁？是古开来，在现场，反而不是这个海伍德的老婆，所以他们的确是有男女的关系啊。那我们知道，因为那个事情爆发之后，当时呢，谁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当时的重庆市的副市长啊，叫做王立军，他也是重庆的公安局的局长。他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够遮掩了，因为已经外国人死了，如果是中国人死就算了，一个外国人死的国际事件，所以他当时去跟薄熙来报告，薄熙来打他一巴掌，说你要把这事情搞定。那这时候王立军他担心自己被灭口，就跑到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啊，这件事情引发了非常大的就变成国际事件。我中间插我问一下，因为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传的沸沸扬扬的是。那个时候，老共一定要叫美国那个成都总领事馆把王立军交出来。对，王立军躲进去的意思，一定就是我打死不要出来。对，美国也希望从王立军那个地方知道很多事。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个媒体上的报道是，那时候是连坦克什么就全部都围那个总领事馆吗？都把它围着，就是要叫美国把那个王立军交出来。而且后来是那时候中央是胡锦涛嘛，他立刻派了一个高层到了成都，直接进到领事馆。跟王立军讲说，我们会保护你。
媒体上报道是，那时候是连坦克什么就全部都围那个总领事馆吗？都把它围着，就是要叫美国把那个王立军交出来。而且后来是那时候中央是胡锦涛嘛，他立刻派了一个高层到了成都，直接进到领事馆，跟王立军讲说我们会保护你。好，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止如此，整个北京几乎出现了枪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在2012年，所以2012年的3月19号，中南海我们看到墙内出现枪声，长安街上军车如林。后来发觉是周永康所发动的叫做319政变。那周永康他就是我们知道他就是中共当时的这个政法委书记。那他就是江泽民一路提拔的。所以我们看到江泽民下台之后，胡锦涛虽然他的执政10年，基本上他的政法系统，包含我们的法院、公安、武警，全部都是周永康。那他就是薄熙来的最大的支持者。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为什么有一个政变，就是因为这个海伍德的事件被发生了，卜开来被抓了，然后这个王立军跑掉了，跑到这个总领事馆，然后薄熙来还在负隅顽抗。那他们想要把薄熙来拱上去，因为我们知道薄熙来他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江泽民，就是曾庆红就是周永康他们都是，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军委会的这个副主席郭伯雄，还有徐才厚，他们都是一起挺这个薄熙来的。那你看，其实薄熙来跟习近平他们的一路的政坛上都是互相竞争的，而且他们年龄相仿。薄熙来只大这个习近平4岁，那他们我刚刚讲过，他们父亲都是建国元勋。当时他们薄熙来的爸爸薄一波嘛，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他们那时候每年夏天会到一个什么地方度假？北戴河，所有家的小孩家人全部带去。所以据了解，习近平跟薄熙来在小孩子的时候就玩在一起，但是因为薄熙来还有领袖魅力，口才又好。那你看习近平到今天为止，看讲话还要看稿子。薄熙来不是薄熙来后来当了那个大连市长，你看他那个侃侃而谈，他当了商务部长，跟美国用英文直接谈判，他甚至叫那个翻译，你不要翻了，浪费时间，我们直接。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你没看过讲过一句英文。那他们两个当时习近平文革还没结束，他是在1975年，他是要工农兵的身份推荐到了清华大学化工系，那不是考试，所以那个时候工农兵推荐，甚至有人是小学程度一样进清大，因为他就是靠关系嘛。但是习近平是靠自己考试考上了北大历史系，他们两个人的薄熙来，就他们两个人的学识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你看他们一路上他们的历经的历程，但是后来本来江泽民是希望一路提拔这个薄熙来上去，但是因为呢，薄熙来胡锦涛非常讨厌还有就是这个胡锦涛他一直反对，然后他们希望的是李克强，所以后来就是李克强，然后跟薄熙来之后呢，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让习近平出来，就大家都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初没有发生这个海伍德事件，的确我认为这个薄熙来是很有可能这个成为这个中国领导人，特别是他在这个进入到这个从2007年中共17大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习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位阶比他还大，而且习近平担任的是国家副主席，薄熙来是重庆市委书记。可是他那时候在重庆什么唱红打黑，打的这个全中国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受到欢迎。他的影响力，他在舆论的影响力，他在媒体的影响力是远远高过习近平的，所以的确大家会觉得说，当初的确有可能中国领导人真的是薄熙来，而不是习近平。可是我刚刚讲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会不会真的歪打误撞，结果后来真的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嘛？因为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任俊是为什么川普要任命的那个新防长、国防部长，他警告说只剩2年可以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有这么急吗？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中国在2027年的时候武力犯台，那它其实有一个前提啦，就是说中国要先在2027的时候武力犯台，那所以呢，说你只剩下2年的时间可以阻止第3次的世界大战哦。那这个说法，我当然认为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认为说中国大陆整体的军力，其实可能不是美国现在掌握的状态。
或者是其实到了2年之后，有可能对不起，2027的话应该还有4年，现在3年左右嘛啊，2024，就是说整个的亚太的均衡的那个力量会被破坏掉。那这个跟中国大陆这几年不断的开始这个大建军，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哦，包含到它整个海军的整体的战力上面来讲，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它其实要看的是全球的布局。但是中国大陆它只要在亚洲这边称霸，你美国很难把你全球的军力全部往这个地方调哦。那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前提，事实上是说，是不是在2027的时候武力犯台？如果它武力犯台，会变成叫做会不会像以前一样轴心国、同盟国或什么国，大家拉帮结派？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哦，美国其实也在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包含到他突然就告诉乌克兰说，你可以使用我的长程的武器。那这种所谓的长程的这个飞弹来讲，那就是是不是授权乌克兰说，好吧，你今天要去打俄罗斯的领土境内的东西，我也同意了。俄罗斯一定是这样想啊，你那摆明了就是叫他打我这里面。但问题是以前美国是完全不让他用，而且拜登你就剩这么几个月了，你为什么要答应？所以大家会认为就是说，你美国是不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拜登想要透过这个方式达成什么？因为这个很怪啦，就是说对于乌克兰来讲，因为俄罗斯这2天他也去打啊。他也打基辅啊，而且飞弹打的也蛮多的啊。那我就讲，就是说，其实，在亚洲的这个部分，美国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动作了。比如说呢，他们跟这个日本跟韩国成立一个叫做3方秘书处哦。我比较把它简化了哦，就比较现在简化一点，就是说大概是希望设置一个热线，那3方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方式来作为交流。所以你看，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比较特别是，他要找日本跟韩国进来的前面，你要先把韩国跟日本拉在一起，好，因为这2个国家在过去有历史上面的这个仇恨啊。不过，因为其实后来这个美国在上来之后，把那个态度讲得很清楚，韩国其实已经公开由他的总统去告诉韩国人民说，其实日本我们要跟他作为友好的国家。那一块基本上看起来，美国就已经有在做效了。来，将军，简单的告诉我，为什么拜登在这个节骨眼，只剩下他任期就剩这么几个月？你知道这一旦打下去，因为今天媒体上是特别报道，包括他们的部队集结地，包括他们所有的战略要地，他都可以打。那一打下去，俄罗斯大家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那我就某种程度的发动核子战争。那真的要这样搞吗？这样搞怎么办？而且北韩才真的叫搞事。我们上次讲他派1万人，我今天看新闻，他派10万人吗？对。我那天就说还要增加8万8千人，对啊，累积到10万。对，我要告诉大家哦。其实拜登剩下1个多月嘛，剩1个多月，好像是1月份嘛，哈，到1月份，他试验时间并不多。那一块基本上看起来，美国就已经有在做效了。来，将军，简单的告诉我，为什么拜登在这个节骨眼，只剩下他任期就剩这么几个月？你知道这一旦打下去，因为今天媒体上是特别报道，包括他们的部队集结地，包括他们所有的战略要地，他都可以打。那一打下去，俄罗斯大家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那我就某种程度的发动核子战争。那真的要这样搞吗？这样搞怎么办？而且北韩才真的叫搞事。我们上次讲他派1万人，我今天看新闻，他派10万人吗？对。我那天就说还要增加8万8千人，对啊，累积到10万。对，我要告诉大家哦。其实拜登剩下1个多月嘛，剩1个多月，好像是1月份嘛，哈，到1月份，他试验时间并不多。那么有人我看网络上有在乱传，说的那个人其实不是拜登，那是机器人。那我想不可能啦，美国总统不可能让一个机器人，所以大家认为说拜登是不是疯了，还是痴呆了？不是，大家可以看哦，美国批准乌克兰用长程飞弹可以直接来打俄罗斯的本土。我们分析2件事，第一个。俄罗斯的本土有没有被乌克兰打过？有啊，打过啊，他们的部队都进去了，打过哦，真的是打过哦。那俄罗斯有没有用核弹？没有吗？对，所以说不是拜登同不同意，俄罗斯早就被乌克兰打过了，只是拜登在最后要下任之前，他就说好，我允许你打。人就是这样子，当你真的允许乌克兰用他正规的长程飞弹要打俄罗斯的时候，你认为压力在谁身上？在泽伦斯基身上，你打不打？对，你要不要打？你以前是说，我要打，你不要拉着我，我要打，你不要拉着我，好，我不拉你，你打吧。你为什么不拉我？你为什么不拉我？你怎么不拉啦？你怎么不拉我啦？所以我想这一招叫高招啊，这叫高招，就是反正我快要卸任了，
我也不限制你了，你打吧。哦，你打吧，不要等到我卸任以后说都是那个拜登不让我打，不然我们不会这么惨。OK， 我让你打。真的让泽伦斯基开火了，你可以打俄罗斯，他反而会犹豫。为什么？他也知道这一打下去，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他会犹豫。那另外呢？其实欧洲就是这样，谁希望自己家被打？所以德国总理已经开始对跟俄罗斯谈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哦，德国是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给予乌克兰资源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他给的非常多。所以他为什么要去跟普丁要去做一些晤谈？就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人希望自己家被打。我告诉你，我谈了什么，我为什么要跟别人讲？所以他当然要透过我支援乌克兰，但是我也跟普丁保持联络嘛。那最后我告诉大家，川普就任以后，俄乌战争会不会提早结束？然后北韩送人又送武器，其实北韩给人给武器到乌克兰战场去，不是真的要帮俄罗斯啦，他要增加他的实战能力。他们在北韩久训不战，没有打过仗，那金小胖就把这些年轻的瘦弱的往前送，所以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北韩会不会影响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个待观察。最后我讲，川普就任之后，俄乌战争会不会提早结束？我觉得会比拜登结束的早，因为川普的做法跟拜登不一样。拜登是软软的谈，川普是扯高嗓子用骂的跟你谈。那么其实不管是泽伦斯基还是普丁，他们都是这一套。但是呢，世界上的神经要大条一点，因为弄不好还真的会打起来。慧珍来1分钟，我们的台积电 A16的先进制程真的会加速在美国落地吗？现在看起来是这样，而且可能之后还会其实很有趣哦。在选举之前，本来是说在12月初的时候会有我们这个新落成这个厂应该有一个 ceremony， 也就是一个仪式。就在那一天，很多媒体去问张忠谋，张忠谋直接说没有这个 ceremony。那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其实现在大家众说纷纭哦。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我们当时要投资就是3座厂，然后650亿美元这个部分应该是已经确定，然后会按照行程来看的话，大概是这个4奈米的应该是明年的上半年会完成，然后3奈米的在2028年，然后在2奈米的呢应该是会到2022，大概也是28到那个就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时程哦。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就有一点，我们本来不是说吗？大概4奈米在美国是 OK， 可是到3奈米、2奈米，2奈米不是在台湾吗？所以就有人说，这是不是也是就是响应就川普的一个回归不是回归，就是把工作带到美国去的一个案子。再来，当然就是说，可能也是跟美国他们希望这个晶片留在我们这边，才能做国防这个部分的一个相关的指引。然后呢，在这个功能的效率上，那当然就是那个耗能各部分的减少，所以这也引起大家一个质疑。大家会担心的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地位的重要性？就是好了，讲白一点，你是慢慢把我们的地位掏空了。你把我们的你刚刚讲连3奈米、2奈米，如果全部都已经到美国到哪里去，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在未来的战略地位？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主要的产能还在台湾，尤其是在3奈米以下的，其实主要产能在台湾，在美国那个部分其实是就近供应给美国，但是其他世界各国需要的产能还是从台湾这边出去。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到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已经某种程度上是像是魔戒，就是大家都会抢，然后但是呢，美国一定也会阻止中国去取得这个魔戒，所以你说台湾安不安全，或是危不危险，好像听起来蛮危险，但事实上也就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它，所以反而看起来是相对安全。OK， 未来川普上任1月份，明年1月的时候，那整个国际会不会因此出现大动荡？那全球都在观察。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除了要保护自身安全，另外在国内来讲的话，建华城这个案子，那往下还会有什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